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派 TV。今天是纽约时间5月19号，星期二。今天纽约市的死亡人数达到了20065人，确诊人数是198062人，死亡率是10.13%。全纽约州的死亡人数达到了27598人，确诊人数是356561人，死亡率是7.74%。全美国死亡人数超过了9万。死亡人数是90666人，确诊人数超过了150万，是1534234人，死亡率是5.91%。经济呢看上去好转，股市暴涨，那么恐惧指数呢降到了29.30，油也狂涨，涨了10%，是32.5毛6一桶。金子呢出现了下跌的景象，说明情势已经稳定，不需要靠金子来避险了，是1734美元一盎司。那么麦子和米它的价格变动不大，而牛肉和猪肉的比值逐渐恢复到正常，已经达到了1.71。那么现在呢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那就是人民币对美金的这个离岸汇率达到了7.13，就是人民币出现了暴跌。当然了，这个很可能近期会突破7.2，面临着是不是人民银行故意操纵汇率呢，还是由于这个市场行为呢？目前还要观察。但是呢，它确实在7.13已经面临着突破，一旦突破，很可能变成了人民币对美金是7块2毛。是不是中国的银行现在紧缺外汇，或者是导致外汇撤离，还同时美国的订单减少造成的？还要紧急的观察。但是我现在对于大家的建议就是，在中国的人赶紧换美金。如果两会开了，那么再出现了放水、加大印钞的政策，那么人民币对美金的汇率会更加的贬值。同时，它对于中国的出口是有好处的，但是对于中国人的本身的财产是有一些危害的。那么这种情况如果发生的话呢，那么是不是对于川普更加能够让中国坐实了货币操纵国的这么一个名头，还要观察。但是有一个很让人担心的情况，就是如果这种情况继续发生，那么人民币对美金的发行的这个新钞票的比例很可能是不一样的。那么人民币会可能发行的比美金更大，因为我们知道根据 M2 对 GDP 的这个比中国现在是2，而美国是小过0.7，那相当于美国发一部分钞票，那么中国是不是很可能发的钞票呢，相当于美国比例的3倍呢？这个还是要继续的观察。那么最主要的是，因为我们知道美国有这个研究人员他在5月初的时候发布了报告，也是谈论这个新型冠状病毒的情况。他们发现这个新型冠状病毒呢，它的起源呢，很可能不是来自于中国武汉的华南市场，很可能是人类把病毒倒着带到市场里去。那么根据最新的报道差不多是美国的 MIT 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他们共同创立的布罗德研究所，他们连同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科学家，他们发表了一项新的研究，说他们意外的发现病毒在2019年的年底，也就是12月份已经预先适应了人类的传播。这是一个非常诡异的定义这个所谓的适应人类传播到底是人为伪造的呢，还是天然的呢？那么科学家从武汉华南市场提取了4个病毒样本，这又是一个诡异的情况。他怎么提取的？谁让他提取的？那么2019年的12月，他和一个武汉患者提到的样本发现了是 99.9% 相符。那么没有出现跨物种传播的研究，那么他们认为这个病毒原来就是人类就有的，而不是从蝙蝠出来的。这个很奇怪。那么是不是来洗地的呢？我们还要观察那么他们强调一定要检视所有动物传染人类的途径。那么如果这个是非基因工程前体可能存在早已适应人类的可能性，
那就是会不会就可以把武汉研究所他们的嫌疑洗清了呢？那么虽然这种研究啊，它的背景很可疑啊，但是它已经达成了科学上的共识，他们认为冠状病毒的产生确认不涉及人为干预。那么我也同意啊，川普其实也同意。那么有关研究报告已经登在了生物学论文档案网。那么目前为止呢，并没有经过同行的评比和评审，就是说这个文章只存在，但还需要进行一下研究，检查数据，看看是有没有抄袭啊，有没有这个数据不完全啊，研究方法手段不对什么的情况。但是我们知道啊，现在的旅行行业由于新冠病毒的影响受到了巨大打击。那么 CDC 呢，它劝阻所有这些不必要的旅行。那而且呢，他建议呢，如果能不出去旅行就不出去，但并不是一个禁令。所以呢，你其实还可以在美国各个州之间旅行的。但是如果你要出国旅行的话呢，一定要遵循你所访问的国家的相应的自我检疫的规则，以及到美国再入境的规则。比如大多数国家在抵达后呢，都要实施14天的自我隔离，包括新加坡啊，包括加拿大。返回美国以后呢，同时你还得需要自我检查、自我隔离14天。尽管 CDC 的旅行咨询呢，它并不是针对美国公民的禁令，但是对于你要紧急的就要出游啊，紧急的这种快速突击旅行的情况下，那么自我检疫的规定呢，很可能呢就不值得麻烦，因为是很头疼。你到哪里都需要隔离14天。那么 CDC 的咨询呢，对于试图进入美国的外国公民呢，有更大的限制。那么自2020年5月15号起，如果在外国去过14天内进入以下的国家，就可能被禁止进入美国。这些国家是哪些国家呢？第一就是中国，第二是伊朗，第三是大多数的欧洲国家，第四是英国和爱尔兰。那么其他的国家和地区对于没有第二护照的美国公民来说，也有类似的旅行限制。那么你要是如果预定旅行之前，你要确保已经检查当前来自其他国家的旅行限制。即使如果你买了航班的机票，有可能当地的海关也不让你入境。所以你现在是否可以出国旅行，实际上是取决于你要去的地方。美国本身是要对某些国家地区禁止旅行的。如果你来自那些特定的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地区也可能会实行互禁的这种相互的禁令，不允许进入的里面。那么2020年的时候，大多数的旅行禁令都是为了防止冠状病毒的传播。但是由于政治原因，有几个国家其实是长期的禁令。也注意啊，不要轻易去那几个国家，其中就包括了朝鲜和伊朗。当然古巴呢，直到几年前美国人也是不能够直接从美国或者使用美国的旅行社进入古巴的。那么你现在可以在美国国务院的网站上可以跟踪最新的国际旅行咨询。那么美国国务院它发布旅行咨询分为4个等级。那么等级1呢是最安全，等级4是最不安全。那么你对于等级1，一般情况下作为知识普及啊，你采用正常的预防措施就可以去。那么第2级呢，就是说你在锻炼的时候啊，要加倍谨慎，就不要在外面跑步啊被人传染了。第3是要重新考虑旅行。那么第4就是不要旅行。那么从2020年的2月到这个2020年3月以来，很多受冠状病毒感染的国家已经被警告为4级。其中2020年的2月4号起，中国就已经被警告为4级，属于禁止旅行的国家。而国务院已经把意大利列为3级，认为是重新考虑旅行的国家。这是从2020年的2月29号开始的。但是你想去加拿大可以吗？那么加拿大呢，很可能是第一个放松旅行限制的国家，而美国则将其恢复到冠状病毒之前的政策。那是截止在2020年的5月15号，美加边境还是仍因非必要的旅行，包括旅游业而关闭。
报告显示，边界很可能要等到2020年的6月21号才开放。所以，如果是你作为美国公民想进入加拿大的话，那么这还是得合格的原因，那么你就需要遵守14天的自我隔离的规定。那么你可不可以去墨西哥呢？那么美墨边境啊，在2020年的3月20号关闭了，那么禁止不必要的旅行。那么墨西哥将会在2020年的5月17号，也就是当下开始重新开放部分的行业。那么2020年的6月1号开始，那么很多的墨西哥的旅游点开放了，并将在7月份开始接受大多数的国际旅行。那么你一旦开始旅行啊，你现在要赶紧订票，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现在没什么人嘛，那么很多可以获得最好的旅行的优惠。那么国际旅行呢，在美国附近的其实是最划算的。那么当国际旅行最初开始的时候，那个墨西哥呢，它的加勒比岛屿更能吸引游客。那比如说你想去这个热带假期的话，你可以选择去墨西哥啊。那么要赶紧采取行动，提前订票。那么现在的价格啊是最便宜的了。那么我们知道川普总统，他呢曾经成功的获得了这个500亿美元的联邦雇员养老基金。那么当时呢，这个基金经理呢，想认为中国大陆在美国上市的公司呢值得投资，但是现在川普说不可以，他要求中国股票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交易所上市的股票一定要遵循反欺诈会计准则，否则的话，中国的公司啊，你就赶紧去到别的国家找交易所去了，不要来美国。那么现在呢，川普非常强烈的要求中国公司遵守叫做萨班斯，叫做奥克斯利法案。他预计啊，像阿里巴巴这种的中国公司呢，最终呢就会逃离美国，他们可能会搬到了伦敦或者是香港交易所去。那么根据2020年的叫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那么旨在应对当时倒闭的安然公司和世聪公司牵头了大规模公司的丑闻，那么以列举一些最让人震惊的会计丑闻来吸收投资者的行为。通过这个法案以来呢，很多外国、美国存托凭证都遵循这些规则。那么现在比如巴西的石油公司就是这么走的。那么我们知道中国公司啊，他特别喜欢到美国的交易所上市。那么因为呢，他们是来割美国人韭菜的。表面上是说他们因为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更大的股票市场，而华尔街呢也喜欢它，不光可以收他们的发行费用、路演的费用，也是因为呢，华尔街可以使他们更容易获得中国公司的股票，因为很容易嘛，你在美国嘛，可以获得中国公司的股票。但是目前在华尔街上市的100多家公司里，有100多家呢不允许第三方对它的财务情况进行审计，那么从而导致美国人管理者大声疾呼，如果你这么做，那么其他的公司都必须得到第三方审计，而中国公司为什么不可以？那么现在由于瑞幸咖啡，我们前几期讲过啊，由浑水公司给击垮的这个瑞幸咖啡呢，它说明了华尔街上的一些这个正经的规则怎么就会被中国的一些潜规则带偏了。那么这个瑞幸公司在揭露了真相以后呢，它的股票下跌超过了80%。那么之后呢，已经停止了在纳斯达克的交易。尽管有丑闻，那么他们的董事会解雇了他们的 CEO 和他们的 COO， 但是按照这个法案的规定，第404条要求什么呢？这个任何公司的行政管理人员和审计师都必须报告你公司账本的真实性和充足性。而中国当局他们经常跟美国 SEC 说，这个公司的内部的信息属于超级秘密，所以按照 PCAOB 就是要的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的说法，他们要认真的检查这个公司的这个不接受美国审计的这个公司的列表，那么中国占了绝大多数。那么在他们这个名单上，没有一家的巴西、俄罗斯、印度或南非的公司，
而中国是唯一一家几乎所有的公司都在这个名单上不接受美国的审计的公司，所以他们认为中国的公司存在的一些信息的障碍。那么在中国大陆上市的股票现在正越来越多的出现在庞大的叫做 MCSI 新兴市场的这个股份成分中。那么 SEC 和 PCAOB 他们一直要做努力进行合理的审计中国公司。那么尽管他们做了这些努力的话， SEC 他们说没有取得很大的进展，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到中国去审计，而只能够审计在美国的一部分的这个金融数据。那么这样呢，美国的参议员他们要推出一个叫做平等法案。这个平等法案呢，叫做强迫中国的公司必须找第三方作为审核员。那么在这种情况呢，这个国家的法律和政策中心呢，在进行这个制定法规的时候，他们认为中国公司必须无一例外的要接受美国的审核。那么现在呢，在美国证券交易所上市的137家中国公司，如果你不接受第三方审核，那么美国的投资基金一定要从中撤资。那么在这个报告中说，在全世界的有这个137家的这个中国公司中呢，有11个里面至少被中国的国家政府占有了30%以上的股份，所以他们这些公司呢，全部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最终的控制。那么我们知道，美国海军呢，16号阿利伯克级的这个驱逐舰叫做拉斐尔佩拉尔号，出现在距离上海115海里的海上。美国海军的太平洋舰队在推特上宣布，叫做拉斐尔佩拉尔塔号本周航行在了东中国海，但是没有公布具体的日期。那么美军很蹊跷地出现在了中国的上海附近。此次航行它是在一个中国人民解放军14号开始在黄海的渤海湾进行实弹演习时进行的，预计将会有航母参加的中国军队演习，号称要进行实弹演习，进行2个半月。所以美军呢肯定探脑的会出来看看中国使用什么武器，进行什么射击，到底要做什么。那么如果从这边攻进来可不可以？另一艘呢，在上个月美国的驱逐舰叫麦克坎贝尔号，也曾经接近了距离山东威海近42海里的区域。那么这个区域就是现在接近要演习的区域哦。所以会不会是有一些信息泄露了？目前还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在这个冠状病毒肆虐的这个前几个月啊，那个重创了美国的这个赌博业。那么现在呢，拉斯维加斯的赌场呢，他们在计划准备重新开业，并且推出了很多订房的优惠。那么很多的赌场，全美国的赌场几百家，希望能够在5月下旬或者6月初开业营业。那么疫情过后，我们知道这个观光会变得非常便宜啊，大家要抓紧机会啊。那么饭店提供了住房优惠，航空公司提供了廉价机票，它目的呢就是为了刺激居家的民众在开放了以后可以出游的欲望。那么8月28号打个比方，从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到麦卡伦国际机场的单程机票起价只有119块钱，而去年同期的平均价格呢是533块钱哦。那么消费者现在呢应该着手计划这个夏季末还有几个月后的旅行了。那么疫情虽然前景是不明的，那么旅馆退房的政策和灵活性也当然是前所未有，你可以很好的很舒服的放心的来预定。那么现在呢也是为了秋冬旅行预订房间和机票的最好时机，要赶紧着手，现在要订几个月以后的，按照这个便宜价格几个月后就没有了。那么首波呢，其实多数的旅客呢是从邻近州的居民，他们现在开始驾车满街跑。那么更多的游客呢将会出现在夏末到秋季时。
那么民众呢，不光现在抢便宜的动作要快，因为一旦全面解禁以后呢，那么这种被压抑了很久的近乎半年的旅游的需求呢，很可能会爆炸式的推到高峰。那么价格，包括酒店价格呀，包括机票价格呀，会随着这个人数的增多而高涨。即使赌场重新开放后现在属于慢慢的开放，那么它的用餐和娱乐性的选择是有限的，但是价格低呢就比较诱人，值得你们去赌场玩。那么我们知道在纽约啦，这个很多赌场都关门了，临时性的关门。那么根据外州的赌场重新开放的这些情况发现，是人山人海那么到处号称这个开车的旅客他们绵延4英里，就为了排队去赌场。虽然赌场是24小时开门，但是很多人呢居然能够等3个小时。其中在西雅图在华盛顿州他们开放的时候，这个人山简直是人多的要命。那么我一直以为这个赌博是一种非常不好的习惯。从小作为华人呢，我们小的时候就受到了这种教育，那么要节约一点但是到了美国，发现到处是赌场那个赌场开业呢，当然很多赌场是开在这个印第安人的少数这个族裔的保留地。那么你仔细想一下那么去赌博的人呢，去赌场的人呢，我们所说的这些赌徒，他们很多是为了娱乐，有的是为了赢小钱，更多人是为了看热闹，还有很多的老人家是为了赚这个尼玛免费的筹码。那么现在疫情之中能去的地方实在太少了。那么除了购物以外呢，你想去的地方很多都不敢去了嘛，你怕传染，你还要戴口罩什么的，戴面罩戴手套很麻烦。很多人天天在家里呢，要跑步散步，那你也没什么意思。那么赌场如果开了呢，你当然可以去小玩一把了。当然了，你在去赌场的时候呢，有一些基本的要求那么有条件的人呢，我的建议呢，还是要去赌场，把它当成娱乐来玩一玩。但是当然你千万不要陷进去特别是老人家由于你是易感人群，特别是你是65岁以上的老人家，最好还先是不要去。因为你如果是乘坐赌场巴士可能在赌场巴士内会传染，你在赌场内长时间的待着也可能被传染，所以老人家不要去。但是呢，我们知道有一些人肯定一辈子不会去赌场的，那些失业者，他们原来有工作比如说旅游业者餐馆业者了，他们已经有2-3个月没有收入了，那么靠着政府救济的钱呢，可能早已花光了，他们正在等待着政府给的下一步的纾困。但是在真正的这个未来进赌场的人中其实总有一些人他们可能上顿不对下顿，还是有这个毒瘾，那就不好了。这种就属于真正的赌棍了。这种人，我希望他们不要去。那么，因为人生是不需要你孤注一掷的赌的，这是一个很病态的人生，所以我建议呢，还是要把赌博的所谓的重要意义说清楚。那么，在新冠这个疫情爆发之初那么赌场的关闭确实严重打击了各个州的部落政府，因为这个为了印第安保留地的部落政府呢，这些政府严重是依赖着博彩业的收入，他们来支付警察、教育、社会服务、政府活动，还有消防员的他们的薪水。所以呢，如果真的是赌博的人少了，政府呢就没有足够的经费来支付各项工作和社会服务。那么在美国也是如此。那么有条件的我个人的建议还是要多赌一些。你们全当做支持政府了，也是在为人民服务。当然老人家除外小孩子除外。那么你有条件的意思就有点闲钱，你需要有一点点娱乐，还是鼓励要去。为什么？你可以借此呢来支持一下政府。这种情况就和我们出去开车如果你吃了一个传票，还吃了一个罚单，那么你就应该在避免下次再重犯错误的同时，把这个罚单呢当成你交给政府让他们提供社会服务的
一个好的爱心。派 TV， 我们明天见，欢迎订阅，点小铃铛，谢谢大家。